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绝地求生未来之翼上线啦！坊间称它为吃鸡手游2，目前仅开放了 A 轮测试，本轮测试开放3天。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没抢到本轮测试的资格，那么就跟随阿贝一起看看这款游戏吧。该游戏由卡拉夫顿，也就是蓝洞啊，这个公司的绝地求生工作室推出，由绝地求生端游原班人马打造，依然是100人的8×8大地图，也就是海岛、沙漠那种大小。游戏设定在了2051年的近未来，游戏的方方面面都和目前的吃鸡手游相似，极其容易上手。先创建个角色，目前的选项不多啊，男女各3种外形选择。这个是游戏大厅的画面。游戏目前开放了一个吃鸡模式和训练场模式。吃鸡模式呢依然是单、双、4排可以选择。上飞机前的出生点和现在差不多啊。这是上飞机到跳伞的一个过程。目前因为游戏还处于 A 轮测试，问题比较多，我不断的闪退、断网、开录屏就没声音，所以我又不敢开最高画质。现在呢，我就不对游戏的流畅性啊、画质啊、音效做任何评价了。甚至崩的人太多了，你看4个人队，我的3个队友全崩了，连不进来。顺着他们的位置，我还找到了几个崩的敌人，就很开心。捡低保，你别看好像掉线的敌人不多啊，这是青铜5的局哦，一局有10个真人都算多的了。现在子弹呢有 3D HUD 的显示。就让玩家不需要眼睛往下看了，不用去专门留意枪械的子弹情况，你现在专心瞄准敌人，你在屏幕中间呢就能留意到子弹的情况了。游戏还显示了血量的具体数值。双击蹲下可以翻滚，不过这个翻滚的硬直时间有点长哦，所以你在空旷的地方翻滚呢是没有意义的。我目前唯一想到的意义呢，就是你快要跑进建筑内了，敌人在打你。这个时候你一个翻滚躲一些子弹啊，翻滚结束后呢，刚好人又在屋内了，这个时候你硬直呢，敌人也打不着你了。这是我目前暂时想到的翻滚有用的一个场景吧。游戏还有自动驾驶的公交车，会沿着既定路线行驶，在大地图能看到他们的行驶路线。公交车到站会停下，玩家可以跳上公交车乘坐。目前游戏里的载具和吃鸡手游几乎一样，轿车、吉普、蹦蹦、摩托，车辆按钮多了自动驾驶和引擎开关。引擎开关呢，就是你要不要发动这辆车。自动驾驶呢，我一开始以为啊，点击后呢可以主动刹车啊、自动转弯啊，后面发现只是往前开啊。接着我就想啊，是不是我点了自动驾驶，然后我切换到别的座位去，车还会自己往前开，我就能开枪打人呢？试了一下之后发现啊，想多了，这车立马减速停下来。所以自动驾驶呢，纯粹是让你在驾驶位的时候呢，不用一直点着前进键而已。游戏里的载具可以把车门打开，打开的车门可以作为掩体，被子弹摧毁后门会掉下来，不影响载具的耐久度。但乘客就没有那扇门的保护了。其实这个车门不打开呢，也可以单独摧毁这个车门。再回过头来讲啊，我觉得打开车门当掩体还是有意义的，哪怕只是挡了对方10发的子弹，那你也能获得10发子弹差的优势击毙对方啊。而且如果你把前后2个门都打开了，你在中间，那你再配合车身，你有3个方向的掩体了呀。游戏的枪械和吃鸡手游一样，轰炸区也一样，信号枪用法也一样，空投、超级空投也一样。某些建筑呢拥有科技感，比如自动感应开启的门，里面自动开启的一个物品箱。玩家还能在地面上捡到货币，拥有足够多的货币后呢，可以打开右上角的购物车。选择1个或者多个你需要的东西，然后给钱下单，选择送件地址，一辆无人机就会把一个冒着滚滚浓烟的箱子送给你。像这次呢，我下单的是盾牌，盾牌占用的是手枪位啊，点开就立马使用了，只能使用1次，不能回收。
盾牌顾名思义就是挡子弹用的咯。我认为这个下单买东西呢还是有点意思的，甚至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战术啊。比如我故意要从敌人的右侧攻击，那么我就故意下单一些便宜的但是没什么用的东西往敌人的左侧送，敌人就会被那个无人机吸引注意力了嘛，他就以为他的左侧有敌人守住。这个时候我们再从他的右边出现，就能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啦。还能下单无人机，无人机同样取代手枪部位，让我们使用感受一下。视角切换到了无人机，左边是拐弯，右边是悬停转向或者直上直下。看一下我们的角色，我们角色头上并没有带着无人机的通信设备。无人机电量还能维持多久啊？感觉耗电好快啊！之后我又飞了150米到200米之间，无人机就没电了，被摧毁了。无人机之旅到这就结束了。游戏还有枪械升级系统，拾取到升级零件后，部分枪械呢是允许升级的，比如野牛升级后伤害提升，伤害距离衰减，惩罚降低，但是后坐力会增加。升级完后呢，强制装了一个配件。如果是 VSS 升级，后坐力稳定性会增加，然后呢开启了瞄准镜槽，我就搞了一把8倍镜 VSS 出来。护甲呢有额外的属性，比如我这件2级甲，除了原本的伤害减免外呢，还对 5.56 9毫米点45的子弹有额外10%的伤害减免。不过这个2级甲呢就没有增加容量的功能了。轮到3级甲了，又有增加容量的功能了哦，但又少了这个专属子弹的额外减伤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游戏结束后，系统还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告诉你本局的一个行进路线等的基础情况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啦，下期我会对《绝地求生：未来之翼》进行更详细细致的探索，更倾向于实际游玩的一个体验，或者偏向实况向，到时候就不会再去介绍这种基础点或者差异点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个关注，留意一下哟。不知大家对《绝地求生：未来之翼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。